读书的时候，下课互揪去合作社买东西吃，是很多台湾人的共同回忆。但你知道吗？现在全台湾的学校合作社数量已经不到全盛时期的一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学校合作社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你会把学校的贩卖部叫做福利社还是合作社？先不论叫什么，它是很多学生的共同回忆。不只有10元的大包子可以填饱肚子，嘴馋呢还有红色的鳕鱼片啊，很甜的大波露巧克力。而且除了吃的，还有各种稀奇古怪的文具小物，像是密码笔记本、吸水圣诞树，甚至呢我们之前做过这个蚕宝宝，都可以在合作社当中看到。不过现在有很多学校的合作社呢，都面临经营不善的问题，纷纷的退出校园。有人认为最大的原因跟那些我们怀念的童年零食变成校园违禁品有关。那到底学校合作社是怎么出现的？为何会纷纷倒闭？合作社还能够继续守护大家的童年回忆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讨论看看吧。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呢，先让我们进行到工商服务时间。为什么你的公司总是没有知名度？为什么你的频道总是没人看？今天要介绍的课程是品牌实战学，讲师之前里奥贝纳集团的执行长 Margaret 黄丽燕，麦当劳、宾士、海尼根等等的顶尖品牌都指名要他操盘。里奥贝纳也在他的带领之下，创造了连续11年台湾第1大广告代理商的纪录。在这门课当中有4个阶梯、1套系统、10个品牌案例、2场 CEO 对话，只要5个小时就能够汲取40年的品牌实战经验，让你打造品牌的功夫大有劲。课程即将在2月29日上线，在这之前限时优惠5490元，输入折扣码再折400元。心动的话，赶快点击官网了解更多吧。合作社最早称作福利社，它是国民党政府来台之后，因为军公教人员的薪资待遇比较低，设立给军公教人员的福利。公务人员可以用比较便宜的价格买到一般通路7到8折的商品，同时公家机关也可以透过经营福利社赚取一些小钱。一开始福利社呢，大都设置在军营啊、学校这类的公家机关里面。后来国防部呢，也在一般社区当中也成立了军公教福利中心，方便大家买东西。而这也就是现在全联的前身。但因为福利社的价格太伤了，一般民众呢也想要去福利社买东西，就发生了很多代买啊、借证件，甚至呢是扫货转手的情况，被很多人批评福利社存在是政府与民争利。所以呢，在1990年呢，政府通过了合作社法，管理全台湾的合作社，其中也规定学校的福利社必须要转型成消费合作社。而学校合作社除了要办理学校业务啊，像是订购制服、课本之外呢，还必须要提供师生基本服务，比如说卖饮料啊、食物还有文具等等。有的学校呢，甚至会有理发跟洗衣服务。同时，政府也把学校贩卖部的经营目标从原本的福利导向，转成透过合作社培养师生间的互助合作精神。等等，学校合作社跟互助合作到底有什么关系啊？要讨论合作社到底要怎么样互助合作之前呢，我们要先来了解一下合作社是怎么运作的。一般来说，学校合作社可以分成学校自己经营，或是委外由厂商经营。但不论哪一种，在入学的时候呢，合作社都会向学生收取一笔入股金，类似公司股份的概念。接着，只要合作社有赚钱，这些入股的股东都可以获得分红。法律规定有盈余的40% 需要分配给消费的老师还有学生，所以有些学校呢就会引进储值卡的设备，依据学生的消费金额来给予不同的回馈。然后剩下盈余的40% 规定要用来更新学校设备，最后20% 呢，一半当作奖助学金，另外一半呢才是合作社职员的酬劳。而且政府呢还有规定合作社的商品利润上限，其中呢像是制服啊、餐盒这种必须购买的物品，毛利不能够超过1%。所以合作社呢虽然是卖东西的地方，但它其实是非营利组织，透过师生一起分享盈余，达成合作互助精神。那这样看来呢，经营合作社利润非常的低，它为什么能够在学校长久的营运下去啊？虽然因为法规的限制合作社的盈利空间很少，但还是有2个方面的优势，让他们可以维持营运。一呢是成本较低，2是收入稳定。在成本方面，因为合作社是非营利组织政府不会课征一般商品需要负担的税金啊，包含营业税啊、所得税等等。再来呢，过去合作社有统一的政府单位管理，能够大量的进货，因此也比较有议价空间，而这也是合作社商品会比较便宜的原因。除此之外呢，如果学校合作社是学校自己经营的话，那还可以节省租金的成本。而在收入方面呢，合作社会帮忙采购制服啊、课本等等的学生必买物品，从中收取代办费，等于每学期都会有一笔固定的收入。
再来国小啊到高中的学生呢，正好处于发育期，很容易肚子饿，学生一整天又只能够待在学校里面，所以合作社里面的食物完全不用担心卖不出去。最后，政府每年也有规划预算补助全国各种类的合作社，协助经营合作社。如果表现优良的合作社，甚至还会有奖励。不过近期呢，就有很多的学校合作社纷纷传出了倒闭的消息。2002年到2007年，短短的5年时间学校合作社就倒了400多家，总数剩下2600家。到了2021年呢，更剩下不到一半，只有大约1000家。有人认为这些合作社经营不下去，跟法规的修改有很大的关系。首先，从2005年开始，教育部就要求学校合作社不能够贩卖垃圾食物。2015年，在董事基金会的提倡之下，政府大幅的降低了垃圾食物的认定门槛。很多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像是洋芋片、巧克力、点心面、汽水，还有冰棒等等，大家的童年回忆都纷纷因为被认为是垃圾食物而退出校园。合作社业者就抱怨说，只能够卖牛奶、面包，利润实在太低了。再来，禁用一次性餐具也被认为是元凶之一。建中合作社就说，过去他们可以在午餐钟响之前呢，把餐点用便当盒给装好，很快的卖给学生。但是在环保政策的影响之下，大幅降低了出餐的速度，饭跟面的销量足足少了一半。而另外，台湾废省呢也影响了合作社的经营。随着法规把省政府的虚己化，合作社业务呢转由内政部接手，补助经费就逐年的降低。2020年，全国所有合作社总补助金额只剩下大约200万元，与2004年时的5000万元补助整整相差了25倍，让很多合作社的营运出了状况。那除了上面的这些外部问题之外呢，合作社内部也陆续的出现了弊端。首先，最常见的就是逃漏税，因为学校合作社只能够对内经营如果有非社员要购买商品，就应该要开发票缴营业税跟所得税。但因为合作社人流多，再加上建幼证件的情况很普遍，造成某些学校合作社出现了有逃漏税的问题。接着，有很多的学校合作社呢是由学校老师经营的，但随着公教人员的薪水提高，很多老师都没有经营合作社的动力。像是屏东高中合作社的老师就说，平常教学很忙了，经营合作社呢不但要管钱，还要撰写报告缴交，实在太费心力了。此外，也有一些学校老师因为没有专业的账务管理经验，导致学校合作社爆发了财务纠纷。2023年，士林国中合作社被踢爆贩卖垃圾食物鸡块、含糖饮料，受到了各界的关注。就在调查之下呢，又发现合作社的这个账务资料遗失，没有跟进货厂商订定采购契约等等的问题，让人很有疑虑。不过，虽然目前有很多的学校合作社面临到经营问题，出现生存危机但对于很多学生来说，合作社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存在。有很多人认为学校合作社解散不只是买东西不方便，严重呢还可能影响到学生的社交生活。比如说下课跟同学一起分食点心，不只满足肚子饿的需求，还能够增进同学间情谊。那如果跟同学吵架，也可以用要不要去合作社破冰，或是直接摆上一罐麦香赔罪。那如果没有合作社之后，这些问题要怎么办呢？所以有学校为了照顾学生买食物文具的硬需求，选择咬牙苦撑；有学校呢虽然关闭了合作社，但引进贩卖机解决学生买饮料的问题。还有学校决定发挥合作社的教育意义，带着学生一起思考要怎么样突破目前合作社的经营困境。例如在花东地区呢，就有学校带着学生推广小农食品；在宜兰呢，也有学校带学生设计商品，把巴士改成行动合作社。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思考，除了让学生了解经营跟行销的概念，也能够体现出合作教育的精神。我们团队大家回想求学时的回忆都非常喜欢合作社，不只是有便宜好吃的食物、琳琅满目的文具，更怀念的是跟同学一起在合作社流连忘返的乐趣。所以呢，如果合作社真的成为时代的眼泪我们会觉得非常不舍。不过在研究这个议题的时候呢，我也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减少垃圾食物、禁用一次性餐具、提升公教人员待遇等等，这个政策的出发点原本都是好的，没有想到却间接的造成了学校合作社的灭亡。有些人认为呢，就是因为法规太过严格，才让经营合作社无利可图，导致童年回忆消失，应该要让合作社回归市场机制。但如果换个方式想，合作社最开始就不是因应市场机制成立的，而是在时代背景下面的政策产物。合作社透过政府补助、法规保障，才能够顺利的在各个学校间营运。那经营方式就势必会因为时代还有政策改变而面临到挑战。那么认为这挑战不一定就是合作社灭绝的开始，也可能是合作社转型的机会。
如果大家都很喜欢合作社带来的便利，甚至怀念它带来的社交活动，或许大家可以一起集思广益，就是看看有没有能够兼顾学员健康的日本商品，或是努力开创新的营运还有行销方式，甚至把合作社纳入学校教育等等。透过一些脑力激荡，或许有机会为即将没落的合作社带来转机，也不一定。最后也来问大家，你觉得校园合作社最经典不败的商品是什么呢？ A 一定是稀奇古怪的生活小废物， B 包子凉面这种能够填饱肚子的东西最重要， C 每次回说借喝一口，结果只剩下半罐的饮料。D 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学校合作社。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全民养蚕宝宝以及设定时为何输压。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